1969年，来自北京军区的一票人马带着林彪的命令来到五台山，要在这片清凉圣地找一处风水宝地，为林彪修建私人别墅。他们看中了五郎庙和金刚窟宝地，于是动用工兵进行爆破施工，将庙里所有的塑像建筑，无论文物价值有多大，一概就地炸毁。随着隆隆的爆炸声，这两座千年古迹就永远的毁灭了。这时天空出现了一团奇特的云雾，随行的摄影师拍下了轰炸的过程。结果照片洗出来之后，出现了一张文殊菩萨显灵的画面。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五台山和文殊菩萨的故事，两者之间有着怎样的渊源？康熙皇帝在五台山代替世人发出了怎样的天问？根据《广清凉传》记载，在久远时期，五台山曾是五方如来的宝座。随着人世代谢，沧海桑田，昔日的神佛返回到天国世界，而人间留下了他们住世时的痕迹。在五台山的望海峰上，仍然矗立着一座牌坊，铭刻着几个大字：清凉圣地。它仿佛一扇大门，将人们引入菩萨的清凉世界。在中国的名山大川中，有许多大山昼夜的温差很大，那为什么唯独五台山以清凉著称呢？这个还要从一个造型奇特的石头说起。五台山有一座千年古庙，名叫清凉寺。山寺的大殿后有一块天然巨石，名叫清凉石。它上方平整，下方凹陷，长约5米，宽2.5米，高2米。整体的造型呢，仿佛一株硕大的灵芝。这个造型奇特的巨石正是五台山的镇山之宝。这块大石头除了造型有点特别之外，似乎也没有什么奇特之处啊，怎么就成了镇山之宝呢？相传在很久以前，五台山一带气候恶劣，夏季酷热难耐，冬季又寒冷异常，而且一年到头似乎有刮不完的黄沙，铺天盖地。这么恶劣的环境，这哪是人能住的地方啊？不仅附近的百姓生存艰难，就连飞禽走兽也跟着遭殃，实在没办法待下去。有一天，师风文殊菩萨到那里讲经说法，看到五台山一带黄沙滚滚，满目苍凉，刮得百姓的眼睛都张不开了。菩萨慈悲为怀，发了一念要拯救生灵，于是前往东海龙宫，要借龙王的宝石一用。文殊菩萨变化成一个老和尚，托钵化缘，径直走进了海里。僧人不都是在陆地上化缘吗？怎么跑到龙宫来了呢？这能来龙宫的呀，肯定不是凡人呐。这一点龙王早就看出来了。他见老僧气度不凡，慷慨地设宴款待他。吃着正高兴的时候，老僧说有一事相求，要借龙宫门口的青石用一用，造福当地众生。龙王一听，倒吸了一口凉气儿，顿时面露难色。您道为什么呢？原来呀，那不是普通的石头，它叫蝎龙石。每当龙王五子行云布雨归来的时候，都是大汗淋漓的，燥热难耐。只要躺在蝎龙石上滚一滚，疲劳燥热顿消，迅速恢复神力。所以这是龙族最珍贵的宝物，而且天上地下只有这么一块。龙王见老僧心系苍生，还真的不好拒绝。但转念一想，那蝎龙石重达上万斤，老僧未必能拿得动啊。于是龙王就说，哎呀，那块石头也算不上什么宝贝，只是非常的重，要是您能拿得动，就把它带走吧。龙王没想到，拿块石头对菩萨而言太小儿科了，
文殊菩萨施展神通，口念咒语，瞬间就把巨石变成了一根指头那么大，直接飞入了菩萨的衣袖中。居然有这般操作！看着菩萨飘然而去的背影，龙王站在原地是目瞪口呆。当5位龙子外出公干回到龙宫之后，得知蝎龙石被一位菩萨带走了，顿时气得暴跳如雷。年轻气盛的他们原地打了个转，旋风一般的飞向了五台山。傲慢无礼的龙子们见了菩萨也不赶紧行礼。为了给他们一个教训，菩萨略施法术，就将中台北台的山峰合拢，把5个龙子夹在了里面，动弹不得，只能挣扎着摇头晃脑摆动龙尾。只见龙尾扫过山体，一块巨石顿时翻滚下来，这就是人们今天传说的龙翻石。龙尾扫过峰顶，立刻把山峰削成了一马平川的大平台。最终菩萨驯服了5名龙子，那块蝎龙石就被永远安放在了五台山。瞬间灵气充盈，流溢山间，一片清凉袭来，沁人心脾。山间林木郁郁葱葱，奇花异草芬芳多彩，充满了盎然生机。从此五台山成了清凉圣地，菩萨道场，那块蝎龙石便改称清凉石。这是一块神奇的灵石，据说敷坐在上面即可消除热恼，清凉身心。这块清凉石上可以同时站40多人，人们站在石上感觉悠悠晃晃的，真像是听到文殊菩萨朗朗的说法声，又像是坐船行于水上，神秘而奇特。因此它有了一个神奇的名号，曼殊床或文殊菩萨说法床。而在佛门中清凉有其他的意思，看过佛典的朋友可能有所了解。人世间的烦恼如同热毒，由太多的欲望和杂念交织而成。修习佛法可以解除烦恼，使人如入清凉世界。因而清凉是与烦恼相对的，反映的是修行人喜悦、清净、超脱的境界。清凉石有来自海底世界的清凉，也有文殊菩萨清凉智慧的象征。右手持智慧之剑，表示以智慧为利剑，斩断烦恼重结。左手持莲花，上放经卷，代表智慧的思维。菩萨驾狮子，表示智慧之威猛。自从菩萨将清凉石放置在五台山之后，从北魏到大清，上千年来得到历代皇帝皇家的崇敬。大明万历34年，皇帝命人铸造9级铜制千佛塔，上刻清凉觉寿印文和清凉之印铜印，放置在清凉寺，中有文殊菩萨像，旁有清凉石，又有千佛塔，尊崇至极。远远望去，如同一座金碧辉煌的宫殿，点缀在清凉谷的山岩间，如同一幅绝美的图画。清朝时期，康熙皇帝曾多次巡礼五台山。康熙28年8月，圣祖康熙为清凉寺题写了水晶玉和新会真如的匾额。康熙41年2月，康熙皇帝带着4皇子胤禛等人第4次巡游五台山时，再一次抵达清凉寺，礼拜菩萨，瞻谒清凉石。皇子胤禛为清凉寺写了2首诗，康熙曾写了一首诗《菩萨顶》，这首诗传至今日，直接刷新了很多人对康熙帝的认识。诗文是这么说的：40余年李世家，本来面目是天家，清凉无物何所有，夜斗风横问法华。家是指供奉佛像、进行宗教仪式和修行的场所。礼释家指的是敬佛、礼佛或者佛法修炼。天家通常理解为天子，还有一层意思是指天上的人家或天上之子。前2句说的是康熙皇帝自认为是佛门中人，
在40多年的礼佛中，冥冥中意识到了自己的本来面目是来自天上的人。诗中的清凉无物可引申为小法小道带给人的清凉，终究像是磨砖作瓦，积雪为梁，转眼成空，得不到真正解脱的目的。人在红尘中，来时一身光，走时一身光，什么都带不走。尘世是不实的，是空的，生生世世的轮回，名利情都是身外之物，哪怕是贵为帝王所拥有的一切，最终都将成空，什么也带不走。于是康熙皇帝叹了一句：清凉无物，何所有？人在红尘中真正能拥有的是什么呢？人在尘世轮回的意义又是什么呢？是不是只有身心意达到清凉的境地，才是生命的真实本来的真面目呢？夜斗指的是五台山夜斗峰，也是最高峰。峰横是说五台山的5个山峰都是平的，就像巨大的平台，五台山因此得名。法华很容易让人联想起法华经，代表着智慧与真理。法华的另一层寓意也有人引申为佛法在中华红传遍地开花的时候。夜斗峰横问法华，其实问的是人在世中轮回的意义。但回答这个问题，唯有等到佛法在中华红传的时候，只有那时的佛法才可以圆满地回答人生的终极问题：我是谁？从哪儿来？向哪儿去？也只有到了那个时候，真正的法传才会起航。康熙皇帝站在五台山菩萨顶，一览众山小。在这个清凉世界，一代圣主智慧大开，似乎代替世人发出天问：什么时候才能迎来真正的佛法，引领众生返本归真？悠悠岁月，转眼飞逝数百年。在灯红酒绿的现代世，康熙皇帝对后人的期望，它的实现是否就在眼前？好，欢迎您在评论区发表您的看法。感谢您收看《文史大观园》，我是雪莉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